股东大家好，我是小军。今天我们要来测一期李小璐的衣服。那最近呢，我就发现啊，李小璐在做直播，据说一场才卖了12万。你想扣除成本，哪怕挣一半的话，才挣了5、6万块钱。我想想李佳琦双十一场直播，据说卖了1个多亿。你说这差别，也从一个电影明星变成了一个卖货的网红，一手好牌打了稀烂。哎。今天呢，我一共呢其实买了6件啊，有1件呢没有发货，所以就5件。风格呢，我看都是比较偏那种贵妇装啊，很多呢吐槽丑，但直男呢也不懂啊，你们觉得呢？不过价格呢确实不贵啊，100多2、300块钱。那我看呢，发货地呢在杭州，然后我看地址呢也是杭州那边的电商聚集地，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他设计的啊。当然了，选款的话一般他们会参与。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是一件羽绒服，面料呢是那种有点亮面的感觉，很像 PU， 比较滑，然后上面呢有一种那种荧光面，就很像指甲油那种白。它这个胸前和后背呢用的是非常大面积的绣花，这个绣的呢是他们的 logo。这个绣花呢还可以吧，拉链上呢还做了一个飘带，能感觉到这款羽绒服呢是想要设计的相对比较潮流一点的啊。衣服里面呢还做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荧光的一个反光条，底衬呢用的也是白布。当然这件衣服呢600多块也不便宜，上面这层面料吧有一点点皱，可能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不足的地方。领子呢用的是化纤的毛，这个毛呢一抓呢确实也会掉一把，有点危险，可以拆卸的。帽子呢也是可以拆卸的。鸭绒的含量呢具体没写，但是这个分量呢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厚的。客观来讲呢，一件600多的羽绒服，然后整个呢还加绣花，面料呢也是相对比较特殊的这种面料，所以我觉得还算是值吧。这一件呢毛呢的一个中长款吧，它是一个2件套，就外面的一个披风带袖子的，里面呢一件呢类似于那种马甲的设计，这种小个子穿确实比较讨巧一点，所以我看到李小璐穿过很多次这种衣服。那我看大部分他自己出镜来拍，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他确实是很卖力，然后很认真在做这家店铺，而且拍摄的照片我觉得还可以吧。这件衣服呢卖800多块，说是含羊毛了，但是具体呢没有写含多少羊毛。它这个衣服呢虽然说是2件，但是毕竟是一个短款，700、800的话，除非就是你有一些设计，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种原创不原创啊，但是从设计上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心思的，甭管是抄的也好，这咱也不懂啊，咱也不敢说啊。外面这层披风呢，上面加了一个皮扣，这个皮呢是 PU 的，里面呢是不带扣子的，然后一个腰带。这件衣服呢买回来的时候比较重那种类似于胶水的味道，这个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的特别好，它这个就是很薄那种双面呢，做工呢倒是没问题，做工都比较精细。这件衬衫呢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个衬衫呢它有点这种紫色，然后呢紫色上面呢还有一点点这种黄的这种金丝的这种反光的这种材料，你看就是我这样抖动不灵不灵的。它这个面料呢是有一点点那种弹力，有一点点那种韧性的，稍微有一点点厚，60%的棉，还有40%的涤。如果是纯棉的话就很容易皱，棉里面加点涤纶呢就会又有棉的质感，然后又不容易皱。现在很多一些爱豆男团的男生呢都会穿一些这种滑溜溜的这种材料，反正就很帅。下摆呢是有2个飘带，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蝙蝠的这种袖子，这件衣服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一件呢是一个西装，今年呢我就看很多一些 oversize 这种西装特别火，它这个特别皱，我刚才烫一遍都没有把它烫平。这块呢并不像西装，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烫的，会有一个折痕，然后折起来，它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可能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娱乐圈的明星是吧？这个衣服呢都是涤了，西装呢大部分都是涤了，它会不皱，然后看起来还比较有高质量。这件西装呢相对比较厚，做工呢没问题，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袖口呢又印了一个鹿，但这个是水缎贴的，不用说肯定会特别容易掉。我不建议在衣服上设计太多自己的鹿的这个 logo 的，因为就算是你的粉丝想支持你，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给他一点压力。除了这种2、300便宜的衣服，其实也有贵的，我就看一件有3000多的一件皮草，当然也没卖出去。那有不少人呢说他的衣服呢丑，设计的不好，其实我能够猜得到一点点啊，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其实有在里面花心思。你甭管袖口的一个录制，或者说刚才那个衬衫用的面料也好，飘带也好，他其实是想要去把自己的一些审美啊，自己一些风格融入到他的服装品牌当中。但是可能这种风格呢，很多人并不是非常喜欢。我真心的觉得，明星当网红其实也没啥，那演戏那么累，网红1年卖几个亿，然后还有权利封杀人家的微博啊，随便可以帮你封号了。好，
最后这件呢是一件卫衣，价格是179。后面我看懂了，这是它的 logo 鹿，然后一堆英文字母。但是前面我真是没懂啊，这个你们觉得好看吗？我真是搞不懂啊。然后里面呢是带这种抓绒的，然后有一点点弹力。衣服本身的做工和面料倒还过得去，整件衣服棉的，但是这种棉它也不贵啊，所以170多我觉得稍微有点较贵。所以总的来说呢，跟杭州其他一些网红店呢，他们的做工也好，质量也好，面料也好呢，差距并不大，价格呢可能稍微比那些网红店呢要贵那么一丢丢，算不上差。但是你要真说好的话呢，我也觉得好不到哪去，除非这种设计呢是你可能个人比较喜欢的，那我们就为了买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毕竟做一个测评博主，对吧？我们还得有什么说什么。好，这一期就这样吧，例行公示一下，没收钱，没收好处，啥好处也没有收到，好不好？测评呢也是根据它的面料工艺来看的啊，也绝对没有掺假，也没有想把它洗白，好不好？什么好处都没有收，都是我一厢情愿的而已。现在是恰饭时间，各位股东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的的除菌杀毒烘干机。我们中国的家庭妈妈们啊，很少用烘干机啊，大家呢都很喜欢把衣服放在阳台上晾，像我们农村呢，就干脆直接挂树上啊。通常呢，我们的妈妈们都会认为说，把衣服拿出去晒一晒，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就能够消毒杀菌啊。甚至有时候说啊，人也出来晒一晒。就是我妈呢，有经常打电话跟我说，哎，你老不出门，然后没事出去晒一晒，省得头秃了。可是科学来讲啊，包括很多医生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啊。其实很多细菌呢是杀不死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阳台上晒衣服呢，很容易把衣服晒坏。因为这台烘干机呢，它有一个紫外线灯。这种灯呢是专门用来杀菌的，然后这个灯光呢反射到这个内孔里面，会有360度的无死角杀菌。特别是今年的疫情，那你出门以后呢，衣服都建议最好洗一洗，消毒杀菌。它还是42度热棒低温烘干，不会伤衣服。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洗完衣服以后，然后忘了拿，结果第二天想起来了啊。那通常洗衣机里面呢就放一夜啊，就变味儿了，然后而且衣服皱皱巴巴的，你还得重新洗一遍。那为此呢，他们设计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功能，它会呢继续的间接性运转，然后这样的话，你在第二天收的时候，它不会有味道，你的衣服也不会皱。然后因为它是那种立体式旋转烘干啊，就是一台招式很多的烘干机。它还有一个功能，是我们所有铲屎官的福音，我们的救星啊！它的里面有一个滤网，是专门可以去除衣服上的一些毛毛。你们没有养猫的人真的无法理解我们养猫人的痛苦。我每天一早上起来以后要清理一遍沙发，再清理一遍裤子，而且你清理完了以后，它还要跟你要抱抱。当然，你们也无法理解里面的乐趣。OK， 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烘干机真的非常有必要。那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评论区有购买链接，然后可以转发给你妈妈看，我觉得真的很有用。老规矩，我们受到了爸爸们的关爱，不能忘了各位股东们的支持，所以微博 B 站各凑一个小股东，每个人1000块钱现金。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们转发一下、评论一下、点赞一下，做点数据嘛。OK， 拜拜，拜拜，拜拜。